Combat NPC， 然后呢，我们就直接拿着它对地板点右键，就可以召唤出属于你的第一个 NPC 啦。哎呀！但这个 NPC 的话呢，它不是免费的，你需要提供食物给它吃，也就是所谓的补给品啊。所以呢，我们以后可以放一个专用的补给品箱，然后里面放任何可以吃的东西。然后呢，我们要指定说，这个是你的补给箱才行。所以我们就拿着这个指挥棒，先对它点右键，你就可以绑定到这个指挥棒上。然后呢，我们的指挥棒你蹲下加滑鼠滚轮可以设定模式。所以我们先设定叫 Set Up Keep， 就是设定补给品点。我们就对着这个按 Z， 它其实上面有写，按一下 Z。好，所以他就已经知道这边是补给品点了，然后也可以看到他已经拿了一个补给品了，所以他满意啦，接下来就可以为你工作啦。然后呢，就是点右键，你可以打开一些设定画面，比如说你可以 Toggle Follow， 那它就会一直跟随我们玩家呀。那如果没有 Follow 的话呢，它预设会在它的 Home 点附近巡逻。那 Home 点就是你一开始点击放的这个地方，就是它的 Home。那再来的话就是它会需要装备嘛，所以你可以拿你不要的装备，或者是做一套新的装备给他。对，那 My Fantasy 装备它是可以穿的，而且我观察发现啊，它不受 My Fantasy 的重量影响，所以你即便给他穿那个超级重的装甲，它仍然是健步如飞。所以在 NPC 上穿 My Fantasy 装备会特别 OP。然后我们也可以给他这个，我刚刚有做一把这个战斧。哎呀，然后他们使用 My Fantasy 的武器似乎也不会有 CD 的限制呢，他们可以很快的就连点攻击，然后造成的伤害似乎都是最高的，所以很厉害。好吧，那它也可以改变它的外观，甚至你也可以指定这个玩家的名字也可以。比如说呢，我有一个分身账号叫做这个。你只要打好，它马上就有这个实印出来了。就有一只专属于你的保镖跟在你的旁边咯。虽然穿上装备就只剩一个头而已。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呢，就可以让它跟随玩家。当然你 Shift 加右键，你也可以切换是否跟随玩家。有时候这种情况下呢，它就会一直跟着我跑。然后呢，只要任何有敌意的生物靠近，它就会去打它。那中立友善是不会的啦，当然你也可以用指挥棒棒来告诉他说：“攻击那个目标，杀！”那如果他跟随玩家跑到很远的地方，你也可以设置新的补给点给他啦，或者是你直接拿食物塞给他也行。对，如果他肚子饿了，你就拿食物点他。有的时候会消耗掉，那如果没有消耗的话，就代表他现在还不需要食物。看到那边有蜘蛛了先小试牛刀一下，我看看他距离这么远行不行？不行，这样子嘞，不行，这样子嘞，有，啪！哎呀，我看起来拿这个铁质的战斧仍然是没有办法，一刀秒了他们。怎么会是男生的声音呢？那你可以指定说他的 skin 是 Alex Model， 就是女性的身体，然后他的声音也会换成女生的声音。然后那边那个是什么东西啊？那个是 Amber 模组的远古傀儡。那远古傀儡血很厚，所以我们可以来试试看。他们的攻击距离也很远哦。杀！加油！哇，他撑得住吗？我感觉好像撑不住哎。好。然后他现在肚子饿了吗？还没有。哇，所以我们就等于是有2个玩家可以战斗了。2个人打架总比1个人还要
更加有力嘛。这个牛头人，不要打我的 NPC。碎啦！哦，我觉得他快不行了，赶紧回家吧，让他回一下血。来吧，回到温暖的家呀。好，那当然，如果你想要出远门，然后暂时没有危险的话呢，你其实可以直接 repack。按一下 repack， 它就整个 NPC 包含装备、武器所有的状态通通储存起来，然后呢就直接在比如说你跑到很远的地方，直接把它放下来啊。不过这时候呢，你就要重新绑定，然后重新指定你的这个补给点。那再来就是你不是只能带一只，你可以带好几只。基本上你有足够多材料的话，你想要带多少都行。就它一个指挥棒棒可以绑好多 NPC 哦。对了，还有一个东西忘记做给他的是盾牌呀，因为它虽然是拿双手武器，以 My Fantasy 的逻辑来讲，但它实际上好像并没有差，他们好像也是可以拿盾牌，所以我们来试试看。那我们来去看看这个方尖碑好了，之前不太敢去，但现在我们应该去没有问题吧？我有个水井天然的水井，然后方尖碑应该就在这附近吧？有了，看到了，所以这个是那个魔法模组的哦。好，那它出现这个东西嘛，它可以打，然后你打它的话可以拿到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生怪砖保留，这样我们就可以来刷这个材料。然后他刚刚已经成功帮我挡下攻击了，所以看起来拿着盾牌对他来讲也是 OK 的啦。哎呦，哦，好凶哦！来啊，来啊，来啊！可以哦，所以拿着盾牌他们也是可以正常攻击。前方有一个疑似营帐篷的地方他们是友善的，你不要乱来哦，应该不会乱打了。对，他们没有马上冲过来打我，所以他们是 Nog Fortress 啊，那所以理论上应该会有一个可以交易的对象。Adventure， 你好。我可以给他买面包，主要都是一些食物啦。这边类似一个补给站，它很厉害呢，因为它可以换钱币，因为它这个钱币是没有配方的，所以可以透过它来换这个钱币。然后呢，这边的箱子都打不开，因为有他们看守。那如果你们要跟他翻脸的话，是要把他们全部打死，那个箱子就可以打开。不过我觉得划不来啦，因为我们要找到这种友善的 NPC 非常困难。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 NPC 都是要玩家的命，所以这个还是要保留起来。那我们可以记录一下这个地方。看啦我马上又帮我的 NPC 做了一套这个板甲装超重型装甲。那这个超重型装甲还蛮特别的，它打造好之后呢，就直接完成了，不需要淬火。其实也是啦，就是这么大的装甲，好像也没有在淬火的。好，所以我们把我的 NPC 叫出来，因为如果站着不动的话，它会浪费食物了，所以我就暂时把它收起来。这就是你的全新板甲装哦，你看全部包紧紧。好，那如果我们玩家穿上这个的话，也是差不多这种感觉啦。那这个先收起来所以我们就带着它出门逛逛来看看附近有什么好玩的。我应该是要再去帮我的法杖充一下电了，我的法杖快没电了。我们来村庄接个任务吧。
最近啊，我也在尝试修改这个 Bounty Board 模组啊，利用它我们可以来就是客制化一些任务啦，看看它有没有刷新。有，比如说呢，我就是让它去悬赏来击杀盖亚的一些敌意生物，然后就可以获得一些比较特别的奖励。就除了它的原本的金属，就是黄金之外，也可以获得一些 Ancient Warfare 模组的铜钱啦。最多就是铜钱而已，我没有在网上。但是我们也可以获得这个抽奖箱 Dungeon Chest 啊，我们有2个是要击杀单一只僵尸，然后一个是杀一只妖鸟 Herpy 啊。妖鸟的话晚上是还蛮容易出现的，理论上啊，但是因为我已经调低盖亚的等级。Hello？ 他怎么不打他？哎，他们是不是拿了盾牌之后反而变笨了？他好像会一直想要拿盾牌来防御呢。哦，好像有点太多只了。嚯！嚯！哇！哦，太阳帽僵尸，他为什么都背对他？Nice， 所以我们这样子任务有解完吗？没有呢，因为必须要是玩家击杀的，他任务才算。不过可能要特别注意，就是这些盖亚生物啊，虽然现在变成白天不会主动攻击，但我们的NPC 他可能还是会去主动打啦，尤其是如果你没有用那个玩家跟随的话，他可能就会直接冲过去打。是女巫，打他，保护我！哇，这只女巫怎么没有骑扫帚？死吧！来喂它吃东西。哇！嘿！哇，好惊险哦！居然有女巫，那我还是先把它收起来好了。一个 NPC 很贵呢，这个就像雇请一个佣兵要花不少钱一样。那我这边做了一个新的修复工具，是进阶版本的 Advanced Repair Kit 那它的这个成功几率就大幅上升，然后也比较不容易坏了，所以我就做了很多的这个修复工具。那我们这个 NPC 它其实除了这个穿就是近战武器跟盾牌之外，它其实也可以拿其他的武器啦，像是它甚至可以拿弓箭，因为它这个叫 Combat NPC 嘛，你给它不同的工具，它就会有不同的角色。比如说呢，你给它一把弓，它就会直接变成 Archer， 而且它的 Archer 很特别哦，它是不用消耗箭矢的，而且它的这把弓是不会损耗耐久度的。所以它就可以站在原地或跟着你，就是一直射非常经济节省。但是因为毕竟它是 NPC 它的 AI 不是说那么的好操控，而且它的那个锁敌距离超远的好像最远可以到60个。然后呢，我们的弓箭手它有2种模式，你可以让它设定成 Stand Ground， 就是防守模式，它就会一直站在原地不动。所以这个很适合放在比如说高塔上一个侦察塔或射箭塔上，它就一直射，那种还蛮适合的防守目标。或者是不用这个的话，就可以跟着玩家或者是到处巡逻。那再来的话，你可以拿一把普通的斧头，要完全普通的斧头，不能拿战斧也不能拿就是那个砍树的大斧头，要普通的斧头。那它就会变成一个 medic。这个急救员，战地急救员。那 medic 的话，它其实也会攻击敌人，
就是假设没有人受伤，或者是有敌人在附近的话，他就会冲过去优先打敌人。对，那如果附近没有敌人给他攻击，然后有人受伤，他就会走过去给友军回血。乍看之下好像很厉害，但实际上就是他回血的速率不高啦，大概1-2秒钟才回1颗星。所以它比较适合给这个 NPC 呀，或者是中立，比如说牛啊，它村民也会补血，这种没办法自然快速回血的东西补血。那么玩家的话，因为现在自从 Minecraft 1.9 更新之后可以快速回血，所以帮助其实没有很大。那再来就是武器的选择，如果他是一个近战的士兵，我发现就算拿盾牌也不一定有优势哦。因为拿着盾牌的话，它有时候会触发那个保守模式，就是它会一直格挡，然后不攻击，然后这个敌人啊就一直锵锵锵。那它虽然是不会受伤啦，可是它的盾牌会承受巨大的损伤，然后一直损伤到盾牌爆掉之后呢，它就没有盾牌了。所以有时候盾牌变成他拿了盾牌就会变成一个坦啊，而不是一个输出。如果你要让他比较主动一点的话，就不能拿盾牌。好啦，但是因为我们有这个 我不知道是不是 My Fantasy 关系，还是他这个模组本身的设定。如果他拿的这种剑，比如说普通的这种剑，或者是这个 Greek 锁大剑的话，它就拥有很高的格挡率，就是它可以保有这个不受伤的能力，但同时它的攻击也会比较积极。你看，他就格挡了，不过有时候还是格挡失败，然后就一下。如果敌人的攻击速度比较快的话，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全格挡。来试试看，拿弓箭好了，看看他会不会找东西射。说那边有僵尸，他会去射他吗？哎呀，有了，他射弓箭了。只是你可以看到。他射的弓箭其实会造成友军伤害呀。如果你站在他正前方的话，他是会射到玩家。不过他不会射到友军 NPC， 他就只会射到玩家，还蛮神奇的。那再来最后还有一个东西可以给他拿，就是这个指挥杖啊，他就会变成一个 commander 啊，反正就是类似军官的角色啦。那他本身也会造成伤害，但伤害不多。他主要目的就是。如果附近有其他 NPC 啊，可以给他们 buff， 可以增加其他战斗 NPC 的伤害跟防御力。哦，有2只 Herpy 来了，Herpy 只要残血就会跑走。哇，2只呢！锵！这样打架也蛮好玩的。